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一起来欣赏2024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2号的中午1点10分，为大家送上的是今天的第3场好球啊，是由华侨高中出战福成高中。那我们持续在台北市的体育地标红馆为您送上精彩的比赛。那当然，这只是赛会的第1天啊。那接下来从8月2号到8月7号啊，总共有6天。那有男子组跟女子组的比赛，也请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来到红馆来帮年轻的观众这个球员。学生们加油打打气。那我是今天主播的秉静，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一如持续来帮我们做讲解的服务。一如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当然在上一届啊，华侨高中其实在登峰造极是拿下了第2名，但来到了这个 HBL 的舞台也拿下第2名。那这2年其实华侨的战绩都非常不错，包括前年的第1届登峰造极他们拿下冠军，那在高中联赛也拿下冠军。那当然福成过去也是长期在 HBL 有非常好的一个战绩，没错。不过我想华侨经历了这2年一个很好的成绩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换血了，没错。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利用今年在登峰造极的比赛当中呢，来看一下这个换血后的华侨高中在今年有什么样全新的战力。那当然阵中还是有几位非常不错的球员，但是因为进入到了这个 U18的这个国手的培训当中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如果回到的球队当中，是不是能够来登峰造极的比赛有上场的机会啊？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华侨高中的球员名单。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福成高中啊，教练是张永忠教练。福成其实在第1年的登峰造极呢也有参加当时他们是输给华侨，是拿下了亚军在第1年的登峰造极。那另外在上个学年的 HBL 呢，福成高中呢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所以今年呢又回到了登峰造极的邀请赛的名单当中所以看看他们在第1场的比赛是不是能够打出一个新的气象。那当然华侨是连续2年呢都在邀请的参赛名单那第1年是拿下冠军，那去年是拿下了亚军。我们看到场边进行最后的热身当然现场也有观众朋友开始陆陆续续来到红馆那来到了中午过后，外面天气很热来红馆吹吹冷气，然后看精彩的好球。那其实我们每天都有6场的比赛，所以这只是今天的第3场球。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女子组的比赛要登场所以我请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不妨来到台北市立体育馆红馆来看看年轻朋友的活力他们也来到了新的学年，有很多的新生加入透过登峰造极的比赛呢能够加速球队的磨合，也为新一个学年的高中排球联赛来做准备。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1裁判国际裁判钟清如小姐，来自新北市；第2裁判国家 A 级裁判吴展岳先生，来自台北市。好，福成跟华侨之战马上就要展开。好，裁判老师确认最后出赛的名单，还有轮转的位置。
好，本场比赛将是由福城高中率先来发球。许悦，好，一开始的快攻被挡了下来。哦，结果是 no in。 好，这个长线的进攻是压在了底线界内，有十足的把握。非常有威力的发球，垫高之后直接做进攻。好，被局直线守住。 再来一个愉悦的吊球，再回来，还有坐在2号位，出界。哇，两队一开始蛮进入状况的，是一开始的张力就非常足够哦。 快攻，刚好球掉入了3不管地带。哦，同样打快攻，哎，虽然拦网但是球后面没有 cover 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落地被华侨拿下分数。可惜这个拦网的动作并没有做完整哦，就做了马上接的一个转身。哦，华侨跟福城现在你1分我1分。 假动作，这个假动作，结果福城没有人去接，那反而让华侨再拿到分数。我们再看一次，大家的都一直在注意着举球员，还有即将要冲进来的攻击手。好，发球失误，4比4。 还是利用快攻拿下分数。3号是林家祥，186公分。好球！还有华侨的机会，后排来了。 哦，快攻没有问题。好，福城12号凯燕，也有186公分的身高今年才高2。还有机会救回来。 华侨 chance ball， 还有，轮到福城的进攻，吊球，守住。
后排也吊球。哇，黄品燕，在今天一开赛打得非常的活跃。品燕在去年的表现呢、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没错因为他去年还印象很深刻，他去年还是小高一嘛，没错。那去年的表现就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我还记得他去年其实在 HBL 就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是。后排球，哦，两边的节奏打得很快。一开局两边在攻击上面的掌握度啊都非常的好。对，啊，刚刚是黄少伦拿下了分数。这个接发球，两位花桥球员啊，稍微要去争球啊。但是这个突然要放软的虚攻呢，反而被福成给掌握了。球稍微是开网了一点哈，起跳了之后重心又往后了。好球，调整了一下，这一颗球稍微举进网点，得分上面就没有问题了。好，现在华侨9比7，2分领先的福成。华侨救起来，直接推后场的空档。啊，飞球给的太低了啊！好，斜线，华侨守住。哇，后排这个弹网。球，那华侨现在的进攻啊，非常的犀利，也逼得福成先喊出了暂停，比数是11比7。好，暂停回来。靳勇的发球，快攻守住，垫高，打一个修正斜线，出界。球在开网的状况之下，如果不是在最高点的话，想要去打小角的角度就会比较困难。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可能选择长线的对角会是比较适合的。哦，硬是打了 touch out。申伦。他就要拿下来之后呢，比数是12比8。哇！球，拉高打点。国家看球啦，不要连球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自己接，自己攻。利用发球再拿1分回来。福成10比12，回到2分差。
俊的发球，好，宇俊是2年级，181公分。平彦的进攻的力道，哇，速度还是顶尖的。是在经过了1年的历练之后啊，已经跟去年这个档次啊，又提升了很多。廖凯的发球，拿下分数的是博嘉。11比13。好，预想。时间差，没有人拦。啊 ，no call。福城的1号邵伦，还有华侨高中的1号品彦，2位主力的攻击手啊，在互别苗头了。哦，好猛！哇，剩下1分的差距，13比14。还是要交给平彦，两边1号的对决。哎，快攻之后的 touch out。我家发球。一样用时间差的掩护，好球，被拦回来了。可惜这个没有队友来做接应哦，因为这个球是有很充裕的时间哦。好，所以还是由华侨高中率先来到了16分，目前暂时2分领先福城。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这场华侨福城之战呢，双方在第1局啊就相当白热化，但目前啊仅2分的差距，由华侨暂时领先。双方现在不管在攻击面还是防守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只有差在一些零星的小小的失误上面。对。好，还有垫起来，小心！很怕撞到摄影机，教练是先保护摄影机，也保护球员。是。哦，怕这个球员会去撞到哦。我们的摄影师都是在那个 VI 第1排啊。对，这战地记者啊。是。这是教练的手。
下了第一波，后排吊球，球同样也是后排，哇！结果由福城后排的1号邵伦拿下分数啊，两边1号互边苗头。这颗球啊，必须要称赞一下府城高中的举球员啊。对，在这个跳跃举球还要举背举这种高难度的状况之下，还可以把球举到位，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啊，福城的举球员是哲龙，啊，刚刚是前一波的虚攻啊。好，靳勇发过来，没接好，好球要敢打，哎哇呀，可惜。18比16。对于主攻手来讲，这种从右后方来的球，的确他在出手上会有一些困难，因为这个是空间的问题。不过我想，因为球已经举得够靠网了，再修正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哲龙发过来，好，没有 touch 的话是直接出界的。想要用这个拨球啊去拨触手出界，19比18。华侨9号杨佑礼，哇，相当强劲的跳罚啊！但是这一球应该是连击。邵伦这颗球呢，感觉上是想要来打一个直线哦，不过他的击球的点放得太低了，让球已经溜到他的左边，快要降落的时候才来做出手，所以这个球点过低导致 no in。哇，这个搭配啊，哦，默契相当好。尤其这种攻击的手段呢，是在我们快攻里面最常会看到的。就是当球呢，因为我们快攻要就是要出手快，就是要打大力。那这一种用手腕快速拨球的技术，就是快攻手会必须要能够很熟练的。就是交给品彦。球，哇，基本上在空中停留了一段时间呢，才出手。个人能力啊，非常的优异。对，哦，宣伟刚刚的进攻相当精彩，哦，直接拨，两只，还有再垫高后排。好，福城的机会，来看这一波的进攻。哇，触网，那现在21比21了。好，那华侨喊了暂停。
好，暂停回来，持续由福城高中的发球。还是交给品彦掩护。哇，3人拦网，稍微靠网。哇，接应太慢了，可惜。那现在福城逆转22比21。交给品彦，得分把握度还是最高。华侨这边呢是利用一个双换人的一个战术呢，让他们的前排现在目前还是可以保持3支的攻击手。哇，这一球啊杀得够重啊！哇，博嘉。哇，这颗球其实是靠网球，蛮可惜的。华侨在对于球的对位上啊，并没有看得很仔细。再来利用这个发球拿分之后呢，反倒是福城先来到了局点。要敢打，哎，有品彦。好球，好垫高后排，强 sport， 化解对手2个局点，杀到了24比24。换上来就建功哦。对，好，那这边轮到福城喊暂停。好，欢迎回来。大家看到画面上是9号的林立伟，应该觉得他跟谁很像？很眼熟。他是立森的弟弟。但是即使面对197公分的常人，但是福城的博嘉没有惧色。哇，这起波的进攻。交给立伟，哦，立伟感觉比哥哥更高哎，他才1年级，那给的数据是197公分。打了touch out，他跟哥哥一样都穿19号，对，那传承啊，对，那。这个父亲林玉豪，当然也是这个排球大前辈，哇，排球一门3列。啊，没有问题。立伟一上来之后连续的得分，26比26。
好球，个人时间差。后排平彦，out ball。好，那现在华侨局点。宣伟这一颗往上球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哈，那如果可以再早一点判断，早一点来做有侵略性的压球的话，应该这颗球是能够拿下来的。立伟持续发球，快攻救回来，吊球。很聪明啊，做一个节奏的转换哦。是哇，所以在第一局你来我往啊，最终华侨还是惊险的以28比26胜出，目前暂时1比0领先福成高中。华侨跟福成啊，双方在第一局就火力全开啊，进入的状况非常的迅速啊，上演了这个快节奏的进攻大战。那当然最终是由华侨28比26惊险的拿下。福成在第二局开局，第一波也是干净利落。刚刚有11号的严宇俊拿了第1分。好，这一次品彦的进攻被拦了下来。好球，好球！福成现在是连拿3分。
啊，结果这个快攻呢，还是被对手拦住哦，4-0了。时间差，哇！平彦这一波的进攻已经2次哦，在第2局的一开局2次的进攻都被抓到。哦，两边的1号。 应该是在搭配上面哦，要再做一些调整。球感觉是不够高，让平彦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做完他整个助跑。好，立伟救回来，福成的 chance ball， 最后这一球出了界外。 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第2局呢，两队呢，福成跟华侨这边的举球员呢，都做了替换。那我想也是趁着这个邀请赛哈，要让每个选手都有机会能够下场来做一个临场的磨练。好，福成再度利用快攻拿下分数，6-1。 好，平彦来到2号位，结果华侨的战发，对发球失误。 直上直下，这个在身高上面就已经有相当大的优势哦。人高打排球就是，如果你人高手长又会跳，那你在空中你能够去攻击的范围呢，就会加大很多。好，抬过去了。啊，虽然也是想利用时间差，但是华侨没有被调动啊。 哎，发球挂网，博嘉 ，out ball，out ball。 可惜出手的时间呢，可以再早一点。立伟，1球1分。啊，立伟其实在上个学年哦，他还是国中的时候啊，就是带领莺歌国中拿下 JHBL 的冠军，那也是最佳的边线攻击球员。啊，这次的快攻福成啊，被华侨掌握住了。哇，球举得太低了哈，只能做处理的动作。立伟再发，哦 ，S 球，哇哦！立伟跟立森的发球不太一样，立森是不用强力的跳发的。是我记得他好像是跳跃飘。对，他是跳跃发不球，但是立伟就是强力的跳发。那兄弟的身形也不太一样哦，立森更大只，就是更壮，稍微再更壮一些。啊，但是这球长了。 想要尝试哦，加大力道。
后排。哇，这根本是规格外啊，这不是高一的水准。但是他看起来还是有，国中生那个稚嫩的青涩的。对，因为才这个暑假才升上高中，才要进入高中就读啊。华侨再把分数啊慢慢赶上来，不过现在依旧是浮沉的11-8，暂时领先。好，时间差。可惜这一颗浮沉的中间手啊是已经有跟过去了，但是他在最后一拍啊没有上去做拦网的动作。好，2次哦，连击喽。哦，剩下1分的差距哦。浮沉这边走马换将，再把哲龙给换上来。好球，靠网球，少伦一个很巧妙的处理。可以看他这一颗靠网球呢，但是他没有硬往下打，而是看到中间手的拦网呢还有一点空隙，然后用平击的方式把球处理过去。好，刚刚这一球啊，立伟接喷掉，13-10。宇峻发球出界。修正攻，好球！再来看博嘉的进攻，哇右里了，还是交给现在状况非常不错的立伟。还有浮沉 Just Ball 啊，有把握住了，还是交给进攻把握度最高的少伦。而且可以看到少伦呢，他虽然现在是面对着197的立伟，但是他自己是从2号位置呢瞬间往内切动，用这个瞬间的加速度呢，造成他可以攻击的空间。光听那个声音啊，就知道那个磅数不太一样。光听声音我就觉得我的手好痛。我认为球比较痛。好球！好，那我们看到啊，这时候已经来到了16分了。那福建高中现在暂时3分领先华侨。
华侨福城之战，两支队伍的分差啊，始终没有办法拉开啊，实力相当接近，而且你来我往啊，进攻非常好看。哈哈哈。我可以听到全场观众的哦，对的惊呼的声音。可能有的搞不清楚观众不是说，哎，立森不是毕业了吗？怎么还在场上打？啊，他是立森的弟弟立伟啊。马包，哇！可惜没有把握住。对。现在可以看到，在华侨这边呢，他们首先是在刚刚呢，他们用了一个双换人哦，双换人，那也就是他们现在的前排依然是保持着3支的攻击手。哦，凯燕。好，这球应该 no in。是。球比较短一点，那福城这边呢的拦网对位非常的准确。哦，所以现在很快的让华侨喊出了暂停。目前是8比14，由福城领先。罗凯燕186公分哦，2年级。好，这个快攻有。擅长得分的地方哦，1号位跟6号位置中间。嘉祥。好，逼迫拦网成功，自由救起来，后排处理，华侨的机会，啊，4次啊！可惜这个球呢，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举球员给出来的球是稍微太低了哦，所以可以让这个攻击手是来不及做处理。好，哲龙的发球，还有救回来，哇，哲龙，哦，这个后排，博嘉好球，哇，这是举球员的救球，啊，后排，好，博嘉。哇，这个接发球发生失误，21比15，福城稍微将比数给拉开来了。真的完全抠死了。哇，福城这一波的拦网密不透风啊！我们再看一遍。在界内，华侨有点乱了。
球。垫高啊，把包吃掉。华纳福城来到了局点了。好不，有一点危险哦，球员们可能要稍微更到位。那这时候华侨再把立伟换上来。好，结果这个发球出界呢，同时也丢掉了第2局。那在第2局最终是由福城以25比17收下，双方2局打完，战成1比1平手。你跟美女聊天。我的也帮我重剪。谢谢。拜。好，欢迎再回到华侨福城。哦，这场比赛双方2局打完1比1。那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每一年的登峰造极啊，其实都可以抢先知道球队新学年的战力。是。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立伟了。那未来在 HBL， 相信他也会扮演很吃重的角色哦。没错。快攻，小心！这个要小心，千万不能受伤哦。
少伦。哇！直线的转直线转得非常漂亮。其实现在2局看下来，我观察到，福城高中这边呢，他们的举球员泽龙其实都能够把球送到攻击手非常舒服能够出手的一个空间，包括连修正球，福城高中他们整体看起来连修正球的一个状况，不管是自由球员或是泽龙在修正球函送的品质也都非常的好。是。确实在第2局，福城高中一度让泽龙下去休息啊，不过也让整个球队的进攻的阵型有点混乱。那后来还是得把泽龙给换上来。是。那当然了，泽龙在举球的部分是球队最重要的战力。另外，我们也看到博嘉在这一阵子的精彩表现他制空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好，接分掉。目前4比3，华侨领先。再一波，吊球。平彦，另外一边的1号少伦得分啊！可惜，想要发在边线的位置出了界外。轮到华侨的1号平彦发球，转成直线陈博嘉，又是一个甩直线的挥臂动作，真的很漂亮。哇，博嘉外表看起来很无害，但是他的球也扣得太重了吧？而且我觉得2位主攻手少伦跟博嘉跟整容的搭配真的都非常的好，感觉就是我们在场边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举球员知道他们喜欢是打什么样的球，就会喂给他们什么样的球。哇，所以也可以来观察会不会是新学年福城的铁三角。是。好，垫高。少伦，哇，两边你来我往，真的看得很过瘾啊！哇，自由球员非常的开心啊！今天的自由球员是仲俊啊。金勇发球，后排，哇，打得非常的巧妙啊！打点啊，找空档。而且这颗球呢，举球员在举球的时候有稍微做一个假动作就是等了一下快攻，假装是要给快攻的这个节奏，最后才出手给后排。哇，余耀的救球。斜线凹过，是可惜啊！刚刚仲俊的这个余耀救球啊，哇，非常精彩！吼吼吼吼！
太贴网了，没有办法修正了。孝成再做给邵伦 ，touch out。邵伦在空中的支控能力也是相当好。哦，同样也是打了 touch out。10比8。吊球，吊的稍微高了一点哦。啊！球，博嘉，1号的邵仁，2号的博嘉。哇，突破很有隐蔽性，完全骗到了福城高中的防守啊！扰乱一下节奏，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第2局啊，双方啊几乎第一波都是使用这个强攻啊来取分。后排，哇！福城的双箭头啊，1号、2号邵伦、博嘉，哇，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啊！搭配哲龙的举球，好像有铁三角，但让这个华侨啊还是伤透脑筋。哇，快攻球！修正，后排来一个，守住。哇，福城还有，啊，出网了。哦，所以这时候福城喊出了暂停，目前11比14啊，福城3分落后给华侨。好，来看这一次斜线的进攻被华侨守住。哇，
哇，哎，有可低了。惜这个 chance ball。滑球出界。12比15，罗凯燕发球。还是给邵伦。吊球直接压，还有敢打，快攻再救，垫高，国家敢打，真的很敢打。哇哦！哇，今天国家少人啊，哦，两位福城的进攻球员哦，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福城的2位主攻手，不管在修正球什么样的状况下，他们基本上都会选择起跳做攻击的动作。那我觉得这就是身为一个主攻手，他对他自己的攻击能力的一个自信的展现。哦，不管这个球是开网，或者是从东南西北方过来，他就是要起跳，他就是想有这个企图心，他想要做攻击的动作，而不是直接低手或是高手送呛 sport 过去给对方。后排来一个，哇，敖某！那现在福城把比数给追平了，从原本的11比15连拿4分，所以华侨没有办法率先来到技术暂停。角度稍微太大了，因为前一颗呢是被防守起来，所以他可能想要再把角度呢再打得更窄一点。好，来看福城这一波有找到了空档，对，连拿5分的情况之下呢，率先来到16分的是福城高中，目前暂时1分领先华侨。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1分差来到后半段。好，福城垫高，打角度，还有做到后排少伦，稍微低一点。哇，在界外。刚刚进攻的是宇俊，进勇，快攻，守住，吊球，哇，再交给宇俊。这一分要回来了。可惜华侨这边2个人的组合拦网哦是没有靠拢，中间还是有一个空间能够让球穿越过来。泽龙的发球，还有吗？
来不及了，哇，国家也是拼命的要扑救啊。其实这一颗球呢，于瑞的反应也是相当快哦，他是已经在空中看到吊球的时候，已经赶快来做一个自己接球的动作。哇，这一球被华侨拦得扎扎实实哦。哇，平彦。精准的判断。肖晨做给邵伦，哦，这个斜线。那现在邵伦跟博嘉都在前排。时间差有。时不时的呢，就来利用一下时间差哈，让这个主攻手一直在外面打4号位置进攻的时候，能够突然的从中间来做一个突袭。耀凯的发球，哇！刚刚邵伦，现在轮到博嘉。华侨这边的中间手的拦网啊，一定要注意要靠拢哦。现在可以看到有几波，其实2个人中间的洞是蛮大的。那到底是边位的卡位要做调整呢，还是中间手要来做并拢？好，这一球出去，博嘉的进攻失误。那目前20比19，华侨领先。华侨这边呢，再度使用了双换人的战术哦。好，奥如发过来。奥博，时间差掉一个，打短的，哇，同样也是吊球。可惜这个人球没有沟通清楚。通常我们在讲，如果换人上去之后，我们就要赶快的去确认好防守的阵型。哦，哨音先响。哇，那这个失误之后呢，双方21比21了。哇，是球衣，举球员的球衣已经碰到网子了。好，还是出界球，没有 touch， 所以浮城22比21啊，反倒1分领先。那让华侨在喊暂停了。我想暂停下来呢，华侨教练一定会提醒，因为他们现在是做一个双换人的战术，那换下去的队友们要做一个防守队形上的确认哦。那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整个失误其实都是集中在后半段的，那包括是防守上，没有人来做确认，以及攻击上的失误。那其实这一些失误如果可以拿下来的话，那整个局势就会不一样了。好。
炳彦，哇，可惜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也是可以防守起来的球，但是在前排的人大家都退得太早了。对，可以看到博嘉，哇，这个还是找到了机会啊，把球啊感觉像端得过去一样。是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处理球而已，但是没有人把握住，就会很可惜。但是他的发球挂网啊，分数又送回去，23-23。哇，这个手腕的运用，哇，打了大斜线啊！哇，宇俊。那现在福城来到局点，24-23。玉祥发球，把立伟给摆上来，意图非常的明显，就是一球1分，进攻球就是球给他。才高197公分。华侨高中，黄建勇发球，快攻！泽龙真的是在整个举球上面的一个搭配相当的灵活，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球可能会举给主攻手，因为他的整个攻击火力很好，但是他偏偏他就很大胆的在这个时刻，他选择举给快攻。哇！这一次立伟的进攻被拦了下来，哇！这对福城来讲啊，非常重要的1分，同时也收下了第3局。那目前3局打完呢，福城反倒是2-1领先了华侨高中。
好，会再回到华侨跟福城之战。哇，这场比赛啊，真的是很有看头哦。那除了第2局有比较大的分差，包括第1局跟第3局啊，其实都杀得难分难解啊，都是2分差的比赛啊。那包括画面上看到的品彦，那另外在福城这边1号的少伦哦，两边1号大对决。那另外我们看到立森的弟弟立伟。那这个福城的举球员哲龙，那搭配他们的几位攻击手，包括2号的波加，我想哇这些看点，这场比赛真的，我觉得在新学年的 HBL， 哇福城会，我认为福城的成绩会非常不错。时间差吊球，觉得蛮可惜的是，华侨刚刚从后半段开始，这一种吊球的这种处理上都犹豫或是慢了半拍。那我觉得这些球如果能够再捡起来的话，尤其是到后半段，就是不要让它成为是后半段制胜的一些制胜要抢分的时候，反而是变成非常致命的失误。右里，快攻，好垫起来，哇，打了 touch out。还是由博嘉，起跳高度非常的高。好，轮转有错误的状况。这边一裁判的应该是他们提早越位了。哦，提早越位。对，因为球员有时候自己没有在注意的时候，球要发出去之后才能够去做换位的动作。好球，还有，犹豫了。罚球失误，5比3。好，两边现在都出现罚球失误，而且都是想要发边边角角。那这一种想要发边边角角，就相当考验到发球者的稳定性，还有以及他的抛球。球接起来稍微低了一点。对，你看到举球员是很勉强在举这一颗球哦。好，所以让平彦没有办法完全的伸展开来，太低了，再做一下调整。还是稍微有压迫到哦。他在起跳还不完全的时候，球又已经快要落地，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他要出手的点。华侨进攻，哎，平彦拨得很聪明。
罚球失误之后，分数给到福城高中7比6。那现在福城再添1分，8比6。其实看得出来呢，主攻手是想要去进攻福城哲龙那个点，因为可能身高比较矮小，不过击球的时间呢是有点太慢了。哇，这个现在处理球都有点过于急躁了。现在后来居上啊，福城9比6，3分领先。先从接发第一趴开始，把节奏给稳定下来。还是有一点危险，不过化解了这个危机。直接突破拿下的分数。看到福城呢，在拦网成功之后，非常的兴奋。目前暂时3分领先华侨。那这时候再把林立伟换上来。还有垫高，好球，有摸到宇俊进攻得分。现在又轮到泽龙发球了，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泽龙发球的时候，往往都能够取至2到3分呐。立伟的暴力攻势拿下了分数，8比11。出界！哇，好不！目前比分是8比11。啊，又是奥博。宇瑞这一颗应该是想要打一个1号位长线角，不过在球的包覆度上呢，并没有这么的好。对，由内向外的攻击，太急了。打短的，哇！哇，可惜这个球也是啊，手离网子啊太远了，所以自己把球给吞了下来。哦，还有，再被挡住，3波了，第4波还有。好，来看福城。哇，这个来回波非常的激烈，少伦还有立伟垫起来，哇，结果是福城吞下去。
11比12。立伟发球。 哇，这个球开网球，如果要来打直线的话，其实风险就会比较高哦。哇，现在华侨把分数给追平了。啊！结果好不容易追回来的分数，发球失误。 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接近要比赛中段哦，两方面呢想要抢分，所以两边的节奏都越来越急。那一方面的是夫城呢想要能够拿下这一局，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一方面呢，希望华侨又希望能够把战线给延长。好，夫城2分领先华侨。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球员们在场内的时候应该要打得更有耐心，慢慢的磨，然后看这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说要有耐心的去打每一颗球，那我们至少不要失误，等到对方心急的时候，能够有失误的机会就是我们的得分。15比12，目前夫城领先3分，过往击坠。 好，平彦，紧要关头啊，等要发挥他的进攻本色了。那华侨这边呢，举球员一定要再跟几位主攻手再做一个更明确的沟通，因为从前几波看起来呢，主攻手们都还来不及把整个伸展的动作做完，就急着要出手了。那是不是球太低了呢，还是太靠网了？要赶快的来做确认跟调整。 好，快攻！哇，在后半场，立伟已经是飞扑想要救球，可惜还是差了一点点。那由福城率先来到16分，目前16比13，3分领先了华侨。 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我们看到了第4局，其实双方的分差还是有限。那福城啊，谢辉领先3分。邵伦的发球，有把握，还有吗？哇，没办法勾回来。技术暂停回来，华侨拿下第1分，目前14比16。 在华侨这边是把另一位举球员给换上去哦，稍微调整跟改变一下举球的节奏。发球过长了，好可惜，在追分的时刻。华侨的18号是谢生伦，轮到博嘉来发球了。 快攻，救起，吊球，还有品彦敢打，
宇俊也被华侨守住，平彦掉一个，哇！邵伦后排的博嘉，哇，前仆后继啊！过往击坠的发球，球太低，只能处理。哦，这一次的进攻啊，被华侨扎实拦住。好，垫高，后排，大包，还有，哇，还是突破了双人拦网。好，宇俊，今年是高2，身高181公分。啊，又一次是啊！有时候球员哦太专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忘记。那场边进行暂停，19-16，目前福城3分领先的华侨。那本场比赛第一局是由华侨28-26胜出，第二局福城25-17，第三局还是福城的26-24，所以福城已经先来到听牌。那华侨现在在这一局还落后3分。好，暂停回来，华侨发球啊！暂停后的发球，真的，暂停后的发球真的失误的比例提升蛮多的。我们今天看了3场，基本上是100%。哲龙，他敲。现在对于福城这边在进攻面还是相当的有优势哦，因为2位优秀的主攻手呢，邵伦跟于瑞都还在前排。那只要接发球有到位的话，交给哲龙来说应该是很好的，可以来做一个战术的搭配。结果这一次的进攻过长，又丢掉了1分，18-20。选择给快攻，应该是想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哦，然后让快攻有这个空档能够来得分。好，所以锱铢必较的第4局，轮到福城喊暂停。他们原本有4分领先啊，但是被华侨高中啊是连追了2分回来。我想稍后暂停下去之后，这边福城的战术应该又会回归到2位主攻手的身上，只是来看他们想要战术上是要用什么样，是用时间差吗，还是用掩护来做搭配？待会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福城这边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好，两边的教练运筹帷幄。
好，果然是利用掩护。后排品彦，再一波，应该还是在给。哇，直接交给邵伦。是，那这2波呢？我想会选择给邵伦的，应该是基于第一个华侨的这个现在197的立委啊，现在是在2号位置。那球呢，在这个时候举给邵伦，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那就是接球上面太急躁了，对，蛮可惜的哦，就跟上一局的状况很像。那一些接球的失误都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才出现。哦，那这样可能会让战局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22比18。立伟。哦，还是有他可怕的地方。是我们这个主播台从来没看到，我有一个错觉，觉得他好像是从2楼打下来，因为他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跟那个红色2楼真的好像差不多齐平行的。对，好球啊！那现在来到23比19，福城距离胜利剩下2分。国家这个是他的拿手绝招啊，直空能力好，然后在空中会做一个转身打直线的动作。福城这边呢，依然是有3支攻击手在前排哦。好，华侨的发球，好。切动进去，哇！但是被华侨给拦网成功。哇！没有人做踏瓦的动作，大家就这样看球落地了。那现在紧张了，22比23，哇！从原本的19比23，华侨连拿了3分。好，暂停回来，1分差的比赛。好，接得不错。哇！哦，没事，突破。还有华侨机会。好，做给波家。有了。哇！24比22，福城逼出了赛末点了。国家这个攻击的选择也是相当的聪明，因为刚刚防守的是中间手，比较少在练防守。品彦，哇，这球垫得很高，还有自由球员很快的来接应。哇哇，自由到脚。哇，这球被拦住了！再见的拦网成功，恭喜福城高中在先丢1局的情况之下倒赶3局，最后是击败了去年在登峰造极拿下亚军的华侨高中。那福城的哇，这场比赛真的表现得非常精彩啊！虽然先丢掉第1局，不过我们看到他们的双箭头啊，包括1号的邵伦、2号的博嘉搭配举球员哲龙，那另外11号的宇俊也是欧有佳作。我想几位攻击手，包括最后的一个拦网成功呢，那我们也看到啊，福城高中在今年的第1场比赛攻守的表现都让大家非常的惊艳啊，也预计福城这个
祝福福城高中啊，在今年的登峰造极哦，这是旗开得胜，接下来有更好的表现，而且重要的还是新学年的 HBL。没错，那我想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双方其实真的是马上就进入了状况。那福城不管是在攻击还是接球，甚至拦网都有一定水准的表现。那华侨这边呢，我觉得可能是在跟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上面需要再做一些微调。有一些球我们从旁边看，其实蛮明显的都是太开网或者太低。那我想今天只是第一场比赛，接下来5天再稍作调整之后，一定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没错，那当然了，这一场比赛非常恭喜福城高中啊，在第1局些微的差距落败，不过接下来是连拿了3局，但是整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啊，福城跟华侨在这一场比赛的实力是非常非常接近啊，所以我们赛后还是要邀请到福城高中的教练来到我们的主播台，跟我们谈一谈啊，再度来到了登峰造极。当然，对于新学年的 HBL，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今年都全部大概换血的快有3年级有4个毕业嘛，所以又补进来都是2、3年级的2年级的那个球员，是，所以在那个搭配上可能还需要再磨合啊。应该各个球队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我们福城。没错，大概是这样。是，不过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举球员哲龙，那配合博嘉，配合少伦，感觉不错这3位包括这样的一个搭配。因为因为我们的那个搭配里面，2个特性不太一样。因为许玥是属于比较有速度型的选手。因为今天来到这个球场，刚开始许玥举球的那个速度太快所以在适应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攻击手的时间比较不好突破，对所以才换上哲龙，因为哲龙的球是属于比较慢的他比较到位，比较慢的让攻击手有时间去选择他的突破能力这样子。是哇，所以今天这样配起来应该还不错，还可以的，还可以，学生打得高兴。这样子快乐的话，快乐打球的话，对以后的那个练习的过程会提升蛮多的了。好，那谢谢教练来到我们主播台这种访问。那同时也恭喜福城高中啊，获得了第1场比赛胜利。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下一个环节。好，在看完了福城跟华侨之战之后呢，下一场比赛即将要为您送上的是平荣高中啊，对决的是内湖高工啊，这都是 HBL 的常客，也是过去啊都经常参加我们登峰造极的比赛，也希望2支队伍呢在登峰造极的第1天都能够有好的成绩。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上半段3场比赛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敏记，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迷陈一如，祝您顺心，我们明天更精彩的登峰造极再会了，拜拜，拜拜。